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不用吃药就能疯狂降低坏胆固醇的秘密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位病患在1个月内，光靠天然食物和运动，就让他的三酸甘油酯从600降到145，听起来像奇迹，对吧？但这是真人真事，而且是一位名医亲自见证的案例。我们现代人的血管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坏胆固醇和脂肪给堵住，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威胁健康的头号杀手。而很多年轻人30多岁就发现自己胆固醇爆表，难道除了吃药就没有别的方法拯救我们的血管了吗？今天就带大家深入探索用天然食物来清理血管的秘诀。我们要介绍5大天然食物如何狂降坏胆固醇，顺便揭开让血脂飙高的元凶，让你吃得健康，远离胆固醇困扰。现代人的饮食充满陷阱，从精致甜点、含糖饮料到大鱼大肉和油炸零食，我们一边享受美食，一边其实也在为自己的血管埋下地雷。根据台湾最近几年的国民营养健康调查，18岁以上成人中，每4个人就有1人血脂过高，约莫500万人深受其害。很多人年纪轻轻就被医生警告三高上升。血脂其实包含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2大部分，胆固醇又分好坏2种，高密度胆固醇是好胆固醇，可以帮助清除血管垃圾，低密度胆固醇就是众所皆知的坏胆固醇，如果太高就容易附着在我们血管壁上形成斑块。当坏胆固醇过高时，心肌梗塞、高血压、中风、肾脏衰竭等风险通通找上门来。至于三酸甘油酯，它是血液中的另一种脂肪，偏高时常常和脂肪肝、脂肪胰以及糖尿病有关。如果你的肝脏里布满脂肪，胰脏周围也堆满油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，长期下来可能演变成脂肪肝、胰脏发炎，甚至增加代谢症候群与糖尿病的几率。所以高血脂绝对不是小问题，不管你年纪大小都该重视。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节节攀升呢？很多人直觉认为是不是我吃太多油，是不是胆固醇高的食物吃太多。其实饮食里真正可怕的元凶有时候不在油而在糖。一提到甜食和含糖饮料，可能有人会不以为意，糖又不是油，怎么会影响血脂？事实上，过多的糖分在体内会转化成脂肪，囤积在肝脏和血管里。基因营养功能医学专家刘伯仁医师指出，高血脂有3大地雷食物一定要避开：精制糖、果汁或过量水果、酒精。第一个是精制糖，也就是各种甜点、含糖饮料、手摇杯的糖浆等等，这些糖分进入体内，迅速转变成三酸甘油酯，加重肝脏负担。第二是果汁和过量水果。或许你会疑惑，水果不是健康的吗？但现代人喝的果汁常加了额外的糖，就算纯果汁也含有高果糖，短时间大量摄取会让血糖飙升，剩余的糖分一样转成脂肪。而且果汁少了纤维，饮用过量比直接吃水果更容易造成血脂肪堆积。至于第3个地雷就是酒精，不管是啤酒、红酒还是烈酒，酒精本身就会干扰肝脏代谢，使肝脏更努力地把多余养分转成脂肪来储存。很多喜爱小酌的人，久而久之验血会发现三酸甘油酯爆高，肝脏也容易脂肪化。总之，想要控制血脂，戒糖、戒含糖饮料、戒酒是第一步。如果这些地雷不先拆除，就算等会儿要介绍再多天然好食物，你一边补一边炸，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拆除了饮食中的地雷，我们就能开始部署天然食物的清道夫进场，帮助把血管里的坏胆固醇和多余脂肪清扫干净。刘伯仁医师在受访时透露，其实有几种平凡的食物，效果好得令人震惊，堪称血管清道夫和血脂克星。首先，他分享了一个真实案例，一位重度脂肪肝的患者，三酸甘油酯高达600，正常人应该在150以下，简直是血液里携带着粘稠的油。这位患者年纪不算太大，怎么会高成这样？一问生活习惯才发现，原来他每天早上习惯一杯果汁，平时又爱吃面包当点心。听起来好像没吃什么大鱼大肉，但就是这种果汁加精致淀粉的组合，让他的肝脏不胜负荷。在了解问题后，
医生立刻建议他做出改变，水果改成少量摄取，果汁先戒掉，面包、精致淀粉少吃，然后每天至少要动起来。于是这位患者和太太养成每天散步6000到8000步的习惯，并调整饮食。1个月后，奇迹出现，三酸甘油酯从600大降到145，腰围缩小，体重也轻了1圈。更棒的是，原本重度的脂肪肝也改善为中度了。短短几周就有这种成效，连医生都感到震撼。由此可见，我们体内的血脂其实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只要找对方法，不用药物也能大幅改善。那对症下药的方法是什么呢？针对刚刚说的三酸甘油酯偏高，刘伯仁医师特别提出3大天然食物，多吃它们有助于狂降三酸甘油酯。第一是深海鱼类，尤其中小型的，如青鱼、秋刀鱼、鲑鱼、竹侧鱼。也许你会想，鱼肉也是油脂丰富啊，怎么反而降血脂？关键在于深海鱼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这是一种对心血管有益的好油脂。Omega-3 可以降低三酸甘油酯，减少发炎反应，还能稍微提高好胆固醇。所以常吃鱼，特别是油脂丰富的鱼，不但不会让你血管堵，还能清血管。不过要提醒，尽量选择中小型鱼，因为大型鱼累积的重金属可能较多，适量吃中小型鱼既安全又有效。第二是蔬菜、菇类和海藻，这类食物热量低，纤维高，是血脂的天然克星。大量的膳食纤维进入肠道，会像海绵一样吸附多余的胆固醇和脂肪，帮助排出体外。同时，蔬菜和海带、寒天、木耳等藻类含有水溶性纤维，可以延缓糖分吸收，间接稳定血糖和血脂。不仅如此，菇类和海藻还提供许多微量元素，帮助代谢更顺畅。每天餐盘上堆满各色蔬菜、菇和海带芽，看似清淡无味，却是在替你的血管洗澡，把油垢通通刷掉。第三则是坚果。或许有人担心坚果很油脂，热量高，但别忘了，坚果的油是好油，适量吃坚果反而能降低坏胆固醇，降低三酸甘油酯，还能提供植物性蛋白和丰富的维生素 E、镁等营养。研究显示，每天吃一小把杏仁或核桃之类的坚果，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。只是坚果再好也不能过量，一天一小把，大约10几颗杏仁的量就足够了，否则热量超标反而发胖，就得不偿失。解决了三酸甘油酯，我们再来看看胆固醇的问题。前面提到，我们体内的胆固醇其实有70%是肝脏自己制造的，只有30%来自饮食。也就是说，就算你完全不吃含胆固醇的食物，身体也还是会造胆固醇。所以单靠节食不可能把胆固醇降到0，那也不健康。但反过来说，如果饮食得宜，把那 30% 的部分控制好，还是能有效降低总胆固醇。到底怎么吃才能影响这30%呢？刘伯仁医师公开了5大天然食物，是他认为最有效的降胆固醇帮手。我们一一来看，包括大蒜、红曲、洋葱、燕麦以及牛油果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常见？但千万别小看它们，吃对了，真的有科学根据可以帮助降胆固醇哦。先说大蒜，这种厨房里随手可得的辛香料，居然也是降胆固醇的利器。统合医学的研究发现，如果正确使用大蒜，它可以降低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。大蒜里的关键成分是大蒜素，不过要发挥效果有几个重点。第一，生吃或使用大蒜粉，蒜油效果最好。生的大蒜切片后拌菜，生吞或撒点大蒜粉调味，都能摄取到蒜素。但如果把大蒜煮太熟，高温会破坏蒜素结构，降胆固醇的效果就大打折扣。所以烹调时最后再放蒜，或者用低温方式料理，能保留较多活性。第二，剂量也重要。医师建议平均每天至少摄取约500毫克的大蒜素，大约相当于1颗生大蒜瓣的量。当然你不可能真的去称蒜素含量，但可以养成每天吃一小瓣生大蒜的习惯。第三，连续吃3个月再去验血，才看得到显著的变化，别吃几天就嫌没效。最后提醒一下，肠胃较敏感的人生吃大蒜可能会不舒服，这类人就不勉强，一切量力而为。接下来介绍红曲，很多长辈或养生人士对红曲并不陌生。
它常被当作保健食品来调节胆固醇。红曲其实是米饭经过红曲菌发酵而成的红色米，在中菜例如红曲酱料理中也会用到。有趣的是，红曲降胆固醇并不是玄学，而是有确实的科学依据。红曲里含有一种物质叫做 monocholine K， 它的作用机转跟西医常用的降胆固醇药物他汀类药物非常相似。简单来说， monocholine K 可以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的酶，让肝脏制造胆固醇的速度放慢，自然血液中的胆固醇浓度就降下来。所以难怪很多人说红曲是天然的降胆固醇药。不过既然它作用类似药物，也要特别小心用量与副作用。刘伯仁医师提醒，如果不吃药，改吃红曲产品来降胆固醇，有些人可能会出现疲倦、肌肉酸痛，这可能就是红曲作用下肝脏或肌肉受到影响的警讯。如果有这种情况，一定要暂停并请教医生。另外，如果你已经在服用他汀类降胆固醇药，千万别自作聪明又加吃红曲，这等于双重剂量，不但不会让你降得更快，反而可能伤害肝肾，甚至引起更高风险。所以红曲算是一把双面刃，适当利用有帮助，但乱用反伤身。一般来说，若在医师指导下食用标准化的红曲制品，是可以安全帮助降低坏胆固醇的。再来看看洋葱，不少人听到洋葱可能只想到它是一种平凡的蔬菜，切的时候呛得人流泪。但洋葱其实富含硫化物和胡皮素等抗氧化物质，对心血管相当有益。洋葱的好处之一就是提高好胆固醇，同时也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。在民间有吃生洋葱治高血脂的说法，其实有些道理。刘伯仁医师在临床上就建议一些患者每天吃1/3颗左右的生洋葱。最简单的方法是把洋葱切丝，加点油醋，做成凉拌洋葱沙拉。这样吃不仅保留了洋葱的有效成分，也比较容易入口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有些人肠胃对生洋葱较敏感，可以先从少量开始适应。另外，洋葱吃完容易有口气，建议饭后刷牙或咀嚼茶叶来减轻气味。如果你能天天来点洋葱，默默的它就在清扫你的血管垃圾，帮助血液循环更顺畅。接着登场的是燕麦。燕麦被誉为谷物中的营养宝库，特别在降胆固醇方面功劳突出。燕麦富含大量的可溶性纤维，特别是贝塔葡聚糖，进入肠道后，这些纤维会黏住我们饮食中的胆固醇分子，阻止胆固醇被吸收进入血液。刘伯仁医师指出，很多研究发现，每天吃燕麦有明显的降胆固醇效果。如果一天摄取2到3汤匙的燕麦，长期持续下来，可以降低体内总胆固醇约1成到2成。或许你觉得2-30燕麦很容易啊，早餐喝碗燕麦牛奶不就好了？这里要注意一点，燕麦最好以原形态食用，例如冲泡即食燕麦片或加入原味优格。不少人喜欢把燕麦打成燕麦奶来喝，但这样反而可能降低燕麦降胆固醇的效果。因为把燕麦打碎滤掉渣后，纤维大量流失，升糖指数也提高，血糖波动大反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想降胆固醇，老老实实吃完整的燕麦最有效。如果嫌燕麦粥口感单调，可以加一些坚果或拌在豆浆里，既营养又有饱足感。最后一位降胆固醇好手就是牛油果，也就是酪梨。近年来，酪梨在健康饮食界大放异彩，因为它几乎是大自然中最浓缩的好油来源之一。牛油果本身脂肪含量高，但都是对心脏好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其中以油酸为主。油酸是什么呢？其实橄榄油之所以健康，奥秘就在富含油酸。苦茶油等植物油也是因为高油酸而被推崇。牛油果等于把这些好油浓缩在果肉里。适量吃牛油果可以降低坏胆固醇，还可能帮助提升好胆固醇。此外，酪梨还富含钾和膳食纤维，有助于血压控制与消化健康。很多减重餐单也喜欢用酪梨来代替奶油、沙拉酱，就是因为它既能提供滑顺的口感，又不怕胆固醇升高。不过需要注意，牛油果毕竟热量不低，半颗酪梨就有将近160卡路里，所以每天吃1/4到半颗左右就好，以免热量超标。掌握好这个量，牛油果将会是你对抗坏胆固醇的美味盟友。看完这5大天然食物的威力，相信你已经明白饮食对胆固醇的影响有多大。
这里我们再分享刘伯仁医师提到的另一个案例，更加证明吃对东西胜过乱吃药。有一位病人本来因为心脏冠状动脉有将近 50% 阻塞，医生替他开了他汀类降胆固醇药，让他赶快把胆固醇降下来。当时他测得 LDL 坏胆固醇有140多，确实偏高。不料这名病人吃药才3天就出现肌肉剧烈酸痛，赶紧回医院检查，结果发现肾功能指数飙高，甚至验出横纹肌溶解的酵素值也大幅上升。这表示他的身体对药物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，继续吃下去恐怕肾衰竭，肌肉受损。于是刘医师当机立断，先让他停药，多喝水排毒，然后采用饮食调理法，早餐用无糖豆浆冲泡2-30燕麦，加一点黑芝麻一起喝，中餐和晚餐每天坚持吃生大蒜片配菜，洋葱也要吃1/3颗，生洋葱加点橄榄油和醋做成沙拉当开胃菜。就这样坚持了3个月，结果回诊抽血大快人心，坏胆固醇从140多降到了大约105，而好的胆固醇从原本只有32一路升到50，短短3个月，不吃药反而把血脂调控到比吃药前更好的状态，这位病人自己也惊呼不可思议。而刘伯仁医师透过这案例也强调，期间他是密切监测患者血液指数变化的，如果后来发现指数没有改善，其实还是会建议乖乖用药。也就是说，用天然食物降胆固醇虽然可行，但一定要配合医生监控，该吃药的时候还是得吃，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心中会想，既然饮食可以控制胆固醇，那是不是胆固醇指数越低越好呢？其实也不是，胆固醇毕竟是身体正常运作需要的东西，太低反而可能有其他问题。因此对一般人来说，不需要一味追求总胆固醇数字超低，但如果你已经是高风险族群，比如曾经有心脏病、中风或血管明显阻塞，那医生说的话就要听，千万别坚持不用药。刘伯仁医师就直言，有些人的冠状动脉阻塞程度已经5成、7成了，还在犹豫要不要吃降胆固醇药，那等于是在心脏埋计时炸弹。如果坏胆固醇非常高又不控制，最后可能面临的就是装支架手术，甚至一场猝不及防的心肌梗塞。所以饮食调养是辅助，但并非叫大家完全拒绝药物，特别是在危急关头的时候，最好的方式是双管齐下，先用生活习惯把能改善的尽量改善，减少药物剂量或依赖，同时遵照医嘱定期追踪治疗，确保身体处于安全范围。还有一点不能忘，那就是坏胆固醇的2大饮食地雷。刚刚我们说了，糖分、果汁、酒精是三酸甘油酯的天敌，其实对胆固醇而言，反式脂肪和过量的饱和脂肪才是更直接的凶手。反式脂肪常见于精致加工食品，例如饼干、蛋糕、酥皮点心、奶精、人工奶油、乳马林等等。反式脂肪不仅会大幅拉高坏胆固醇，还会降低好胆固醇，可说对心血管是百害而无一利。所以近年来营养专家们呼吁要杜绝反式脂肪，买包装食品时多看标示，如果有部分氢化铀这种字样就要小心，那通常就是反式脂肪的来源。再来是饱和脂肪，其实天然的肉类、奶制品中就含有一些饱和脂肪，适量摄取对健康无碍，但过量就是问题了。特别是红肉和动物内脏，很多人爱吃肥牛、猪脚、炸鸡皮，或下酒来点爆肝、肥肠这类吃下肚的饱和脂肪，都会让肝脏制造更多胆固醇，结果血液里坏胆固醇指数节节上升，长期就容易动脉硬化。所以想降胆固醇，肥肉要少吃，油炸要节制，肉类以鱼肉、鸡肉取代红肉，多用橄榄油、苦茶油等不饱和脂肪的油来烹调，都能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取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不吃药狂降坏胆固醇，其实就是管住嘴，善用大自然的食物力量。管住嘴指的是远离那些会让血脂升高的东西，糖、含糖饮料、精致淀粉、酒、反式脂肪、过量的动物性脂肪，能戒则戒，能少则少。当你不再每天喝手摇含糖饮料，不再大鱼大肉摄取过量饱和脂肪，光这些改变，你的身体就会开始自我修复，
接下来再善用大自然给的武器，每天吃点深海鱼，从鱼肉中获取 Omega-3， 三餐都配满蔬菜菇类海藻，让纤维帮你带走油脂，拿坚果当零食，补充好油又满足口腹之欲。早餐来点燕麦当作血管清洁剂，烹调时加颗蒜，顺便保养心脏。沙拉中放洋葱和酪梨，提升好胆固醇，对抗坏胆固醇。这些饮食习惯一旦养成，你的血管环境会焕然一新，坏胆固醇乖乖下降，好胆固醇节节升高，甚至连体重、血压、血糖都可能一起改善。最棒的是，这一切都是透过食物和生活习惯来达成，几乎零副作用，还省下吃药可能带来的不适。当然，我们强调不用药的前提是你的身体状况允许，在医师评估下尝试生活，疗法是安全的。如果经过努力改变，指数还是居高不下，那该吃药时就别逞强，乖乖配合治疗。然而，相信大多数人只要愿意改变，都能看到显著的成效。古人常说，药补不如食补。我们现代医学也越来越发现，食物其实就是最好的良药。我们的祖先没有所谓他听药、降脂药，但他们靠天然饮食与劳动的生活方式，血管问题远比现代人少。现代科技带给我们方便，也带来了富贵病，但解药其实一直在我们手中。只要下定决心调整饮食，多走路，多运动，你的身体会回报你干净通畅的血管和充沛的活力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每天早上喝的不是含糖咖啡与松饼，而是燕麦豆浆配坚果，中午晚餐饭后不是来杯含糖饮料，而是改啃一小瓣大蒜，几口洋葱沙拉，零食不吃洋芋片，改抓一把杏仁果。这样累积一段时间后，你去健康检查，医生惊讶地问你，最近胆固醇怎么降这么多？是不是偷吃药了？那种成就感绝对让人甜过吃蛋糕，不吃药也能狂降坏胆固醇，真的不是天方夜谭。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成功案例，现在就开始行动吧，从厨房开始改变你的命运。你的血管清道夫们已就位，让坏胆固醇闻风丧胆的5大天然食物，配合健康的生活习惯，将带给你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之河。身体就是自己的，不用等到疾病找上门才来后悔。今天就用美味的方式把血管洗干净，迎接更长久的健康人生。